大家好，这是 Talk Taiwan， 今天带来日月袈裟，神奇来由。韩国出家人披穿的袈裟中，有一种叫日月光袈裟，关于它的由来是这样的。黄海道燃灯寺举行供养袈裟法会，信徒有人捐献袈裟布料，有人捐米或捐钱。随缘参加的四方信众往来不断，使得寺院门口热闹如同市集，也使法会盛况非常。离寺院不远的一个村庄，有李春和一家，也捐了袈裟布，并和他太太到寺院参加多次法会。李春和是个善于射箭和开枪的打猎户，常常爬越高山峻岭的。强壮身体和憨厚的脾气使他养成了无畏的性格。当初燃灯寺的师傅来化缘时，李春和为了后代子孙能够昌盛，得到富贵吉祥而捐助布施，但是当年轻的太太去寺院的举止却使他很不高兴，并且太太每次从寺院回来时总说，今天师父开始说杀生者受短命横死报，也难以养育子孙。又说，听说喜好杀生者死后堕于地狱，我们也改行耕田为生，好不好？春和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，说，天生万民皆有己业，若我不做打猎的话，怎么活下去？只要抓了一头老虎就可解决3年的粮食，叫我做农有饭吃吗？不要再胡说石磨，以后也不准你再到寺庙去。那天太太等丈夫出去打猎时，又到了寺院。法会结束后，随着邻家村妇多人一起精进拜佛，不觉中时间已晚。于是抱着不安的心在寺里度过。春和打猎回来，找不到太太，非常不高兴了。等了整个晚上，等不到太太回来，他非常生气，强忍着马上跑去寺庙的念头。挨过了漫长的一夜，第二天天一亮，太太很不好意思地回来说，我因为拜佛而不觉时间已晚，因此在寺庙过夜了，对不起，请原谅好吗？但是春和皆没有回应。太太知道丈夫的脾气急躁，于是温柔语气道歉后，就到厨房准备早餐。春和克制不住内心燃烧的妒恨心，拿了弓箭来，门缝中朝着手提着水、头顶着瓮、不知情的太太射过去，但是箭到了太太的身上，却自然地掉落了下来。奇怪，原野的路纸也只要我一箭就毙命了。春和再次向朝厨房继续走近的太太拉了弓，可是太太态度仍然安详自然的在厨房做早餐了。吃过早餐的春和一边觉得对不起太太，一边觉得奇怪，斩钉截铁地说，从今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到寺庙，然后到外面庭院四周到处寻找自己射出去的2支箭，人没有被射中，箭头一定在周围才对。但是无论他怎么找，总是找不着。袈裟法会的圆满回向日到了，春和的太太想到寺庙里法会回向的庄严，心想如果自己捐助的袈裟能由自己来供僧，就更圆满。左思右想，坐立不安地度过了一天。到了下午，燃灯寺的师傅察觉到李春和家中没有半个人来参加，
于是将他们捐献的袈裟亲自拿，说：“这是你们捐献的袈裟。在法师劈穿之前，要先给你们看一看。”春和很不高兴的表情，看住师傅从袋中拿出袈裟。法师手拿的袈裟里掉下来2只自己早上射出去的箭头。法师惊诧地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春和的太太看到袈裟里掉落箭头之处破了2个洞，很担心地说：“是不是我没去参加回向，因此护法诸神怪罪我呢？”这时候，春和跪地流泪说道：“佛陀的神力真是不可思议，想必是佛陀为了教化不信佛法的我，而语的方便开示吧。”于是和盘说出早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为了缝补2个破洞，于是前面绣了太阳，在后面绣了月亮，这就是日月光袈裟的来源。从此，春和改过前愆，顺太太的话改列为农，夫妻并成为精进修持的模范菩提眷属。曹溪寺堪陵宴录里仁寓意。